最近央视对话的录制现场出现了让所有人意外的一幕，没有严肃的签约讲台，没有冗长的商业致辞。62岁的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和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直接在现场骑起了摩托车，玩起了趣味慢骑比赛。两个深耕造车行业的顶尖从业者，在全国镜头面前像普通爱好者一样轻松玩乐，笑着较劲，看似一场随性的小游戏，却悄悄敲定了一个影响中国模特行业的重磅大事。双方正式达成合作，联合推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落地中国本土举办。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很多人看完新闻只觉得新鲜，但懂行业的都清楚这次牵手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张雪在节目里亲切称呼李书福为李叔，直言对方如今一直在积极推进 WSBK 本土赛事的落地进程。这句看似随口的闲聊背后是行业3年多的僵局突破。其实过去3年 WSBK 官方不止一次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也多次和国内各类合作方对接洽谈，但最终全都搁置在了规划阶段。核心原因特别现实，当时国内摩托赛事认知度偏低，商业转化前景模糊，投入大，回报不明确，没有企业愿意冒这个风险接手。说白了，业内没人敢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而现在僵局被彻底打破了，原因很简单，这次的组合是真正的强强互补，一人手握赛场硬成绩，一人手握产业顶级资源。先说说张雪机车的硬实力。2026赛季 WSBK World SSP 组别赛场，张雪机车稳稳站稳顶级梯队，至今已经拿下6座分站冠军，每一场胜利都是含金量十足的对决。葡萄牙站首秀直接拿下双冠，打出开门红。匈牙利站顶着整车负重7公斤，动力输出削减5%的严苛限制，依旧完成赛场绝杀。捷克站从第6名发车，12圈连续超车，稳稳完成1穿4逆袭。意大利米萨诺站更是在最后一圈极限反超强敌，拿下冠军。据公开数据显示，德比斯本赛季夺冠率达到67%，对比之下，他加盟张雪机车之前整整10年职业生涯，仅收获2座冠军，成长跨度肉眼可见。再看吉利的产业底蕴，完全是深耕行业的老牌实力。1992年，李书福就创办了吉利摩托车厂，早早入局2轮产业。2016年再度布局回归，收购钱江摩托，整合贝纳利、QG Motor 等知名品牌，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个凭硬成绩打破海外垄断，一个凭产业资源支撑赛事落地，两者的结合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商业合作。这次合作落地的速度更是刷新了行业认知。今年5月 W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利亚公开表示，张雪机车在国际赛场的亮眼成绩会大幅加快 WSBK 入华的整体进程。紧接着，吉利高级副总裁杨学良隔空发声，愿意联动张雪机车和赛事组委会洽谈引进事宜。根据财联社记录，从这次隔空对话到双方正式同框敲定合作，前后仅用了1个月时间。这么快的推进节奏，足以说明WSBK 入华不再是模糊的行业构想，而是条件成熟、可以落地的既定事实。很多人分不清 WSBK 和其他摩托赛事的区别，也不懂为什么业内执着于引进这项赛事。核心原因就是它足够接地气，够贴合民用市场。MotoGP 是纯原型车赛事，赛车专为赛道研发，和普通人买到的量产摩托没有任何关联。但 WSBK 有着严格规定，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年销量不低于500台的市售量产车打造，仅能进行小幅改装。简单来说，观众在赛场看到的冠军赛车和自己能买到的民用车型核心结构基本一致。张雪也直白表示，消费者会因为赛场冠军产生同款车型的购买意愿，这种赛事荣誉到市场销量的转化直接又高效。更关键的是 WSBK 是最严苛的技术试炼场，赛道高温、高湿、高强度的极限工况，能最真实地检验一台车的综合性能。上一站比赛，张雪机车就因高温出现发动机热衰问题，团队赛后快速迭代优化，升级导风散热系统。本站比赛在52摄氏度的赛道高温环境下，车辆性能全程稳定无衰减。这种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才是6冠战绩的核心根基，也是 WSBK 官方愿意落地中国的核心原因。
放眼整个中国制造，如今早已实现质的飞跃。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709.8万辆，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摩托车全年出口1336.57万辆，出口金额达88.5亿美元。春风动力董事长赖明杰也曾公开表示，国产玩乐型摩托车在欧美市场的占有率从2020年近乎归零，如今已经突破10%。中国制造早已走出能卖出去的阶段，迈入了靠实力赢认可的全新阶段。而据接近双方的人士透露， WSBK 入华最快2027年底就能落地开赛，所以被欧美日品牌垄断37年的赛事终于要走进国内大众视野了。随着张雪机车在 WSBK 赛场6次夺冠，很多车迷都在提问，既然国产机车实力这么强，能在国际顶级赛场持续夺冠，为什么不直接冲刺摩托界天花板 MotoGP？ 是技术不够，还是没有参赛资格？首先要搞懂核心重点， WSBK 和 MotoGP 虽然都是世界顶级公路摩托车赛事，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比赛，赛道基因、参赛规则、运营成本、技术逻辑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可比性。很多人误以为 MotoGP 只是更快一点，实际上两者的赛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产物。 MotoGP 堪称摩托车界的 F1， 是纯粹的原型车军备竞赛，赛车从零研发，只为赛道极限而生，不用考虑量产成本、民用适配、上路合规等所有现实问题。厂商可以无限制使用碳纤维、钛合金等航空级材料，搭载专属定制的变速箱、空力套件和电控系统，全力压榨车辆极限性能。数据差距也非常直观， MotoGP 的1000cc 赛车最大马力可达270至300匹，转速上限18000转，整车重量仅157公斤，极限最高能突破366千米每时。而 WSBK 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售量产车打造，规则限制极其严格，车架、发动机缸体、核心结构必须和民用版完全一致，仅能微调悬挂、排气、电控等外围部件。 WSBK 赛车马力上仅限230至250匹，转速上限15000转，整车重量168公斤。同一条赛道上， MotoGP 的圈速能比 WSBK 快接近1秒，熟悉赛场的车迷都清楚，赛道1秒的差距几乎是无法追赶的鸿沟。而最现实的差距来自于参赛成本， MotoGP 是全球投入成本极高的专业赛事，没有雄厚的资本根本无法入局。据公开赛事数据显示， MotoGP 顶级场队全年预算高达上亿欧元，普通私人车队1年参赛费用至少15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超1亿元，单台赛车造价就达到200至350万欧元。反观 WSBK 参赛成本仅为 MotoGP 的1/10左右。张雪汽车征战 WSBK 中量级赛事，一年整体投入在1500至2000万人民币，对于新兴国产车队来说是可控可持续的合理投入。除了车队的运营成本，车手薪资待遇也差距悬殊。 MotoGP 顶级车手年薪可达1250万欧元，而大部分 WSBK 车手不仅薪资微薄，扣除团队运营费用后，甚至基本没有收益，完全是凭借热爱坚守赛场。简单来说， MotoGP 是资金门槛极高的专业赛事，普通车队、新兴品牌根本玩不起，更别说成立时间不长、稳步发展的国产车队。很多人纠结 WSBK 和 MotoGP 谁的级别更高，其实两者定位完全不同，不存在高低之分。MotoGP 探索的是摩托车的技术上限，是面向未来的技术试验场，赛场上验证的黑科技往往需要5到10年才会逐步下放应用到民用车型上，而 WSBK 立足当下，主打技术落地，是真正能造福普通消费者的赛事。张雪机车在 WSBK 赛场打磨的819cc 3缸发动机技术已经直接下放应用到民用820RR 车型上，让普通消费者用不到7万元的价格就能买到145匹马力的高性能仿赛车型。行业里一直有一句很贴切的话，MotoGP 是造梦， WSBK 是造车，意思就是 MotoGP 负责仰望星空，突破人类机车速度的极限， WSBK 负责脚踏实地，把赛道严苛验证过的技术落地到每一台民用车上。所以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机车产业来说，当下最需要的不是不计成本的科技炫耀，而是持续稳定可落地的技术迭代，以及能被市场看见的实力证明。这也是张雪机车坚持深耕 WSBK 的核心原因。
不盲目跟风冲刺 MotoGP， 不是实力不足，而是战略清醒。与其花费天价成本在纯原型车赛事里充当陪跑，不如在量产赛场上稳步突破，用一场场实打实的冠军打磨技术，沉淀品牌，反哺民用产业，看得见的成绩，摸得着的技术升级，接地气的市场转化，这才是中国汽车产业真正需要的成长路径。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